不再多待几天？父亲已决意随伏羲大人由渐入天梯离开人间，前往天上。我定然只有同去。初见天庭，诸事未定，想必众神皆会忙碌许久。我需多帮帮父亲，只是如此一来，未知何时才能重返瑶山。待你空下来，再来瑶山找我玩。还有几百日，我便能化蛟了。听闻会500年化蛟，1000年化龙，再500年为角龙，1000年为翼龙。可惜这一回，我却无缘亲眼一见。你胸中既有大志，本不该埋没。愿勤加修行，早日得偿所望。一定会的。等我修成应龙，呼风唤雨当然不在话下，也能实现当初和你的约定。孽徒，好大胆子！为何私自与你师兄凌月比剑？说。弟子无话可说，甘愿受罚。如何罚你？凌月若死，以命抵命，亦是枉然。你素来知享轻重，这次竟敢做下这等荒谬之事！所思所想，还不如实招来。弟子本是不愿，师兄执意一战，弟子糊涂，取出焚祭。哼，当真胡闹！凌月生性好武，定是出言相讥，百般挑衅。你却不该心智动摇，鲁莽应战。弟子知错。你天资极高，远胜天雍城同辈弟子，奈何身中煞气不灭，终是凶险之相。为师授意，本为令你修身养性，以清制浊，并非授你利器，与人争胜。便是担心有朝一日飞来横祸，方不许你与他人一同练剑。谁料，仍然避之不及。错已铸成，求师父责罚。自去面壁，待你师兄醒转，再行定夺。焚祭且放我处，此剑本是由你故乡带来的，不知深浅，从未动用。如今一经激发，竟饱含邪火之力，为师待要细查。弟子明白。师父，
师兄他五内俱焚，重伤不醒。宁丹长老已全力施为，接下来只得听天由命。弟子可否去看望师兄？面壁静思，勿作他想。是。什么事叫那么大声吵人睡觉？你要害人了？你们什么人啊？百里屠苏，你这混账！赵林师弟被你所害，尸骨未寒，你竟然还敢私逃下山！杀人！赵琪，住口！师兄才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可他逃出门派，不正是心中有鬼？屠苏师兄，师妹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跟我回山上好不好？师妹不信，你怎么可能害死赵林师弟吗？戒律长老年纪大了，就会不分青红皂白乱说一通。我去求师傅，他是掌门，让他跟戒律长老说，不许把你关起来。等到执剑长老出关，执剑长老肯定会替你洗刷冤屈的。福去师姐说的对，如今还没找到凶手，屠苏师兄这样跑下山来，岂不是罪加一等？百里屠苏这混账，仗着自己师父紫印真人是门派中地位颇高的执剑长老，简直目无规矩，趁执剑长老闭关，做下这等狼心狗肺之事。天雍城岂是任人来去？若非门中弟子，赵林师弟怎么会如此轻易被人杀死？你们都住口！你待如何？我已说过，赵林之死与我无关，休要言之凿凿。给我滚回昆仑山！师兄，夫君，你也回去。年幼无知，掌门师伯至多罚你面壁几日。师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？人家还不是担心你吗？欺人太甚！待抓了你，直接押回昆仑山认罪。不可以！哟，怎地一言不合便要喊打喊杀？天雍城了不起吗？喜欢以多欺少。就是，不许你们欺负我屠苏哥哥！听了半天，好奇怪。苏不是已经说了不是他做的吗？怎么你们还这么凶巴巴？他们是百里屠苏一伙的，一并抓了。诸位定要诉诸武力，何不先冷静一些？对呀，别，大家冷静些，冷静些。这是贵门派家务事，与我们这儿几个路人无关啊。有关的，屠苏哥哥的事，香菱不会袖手旁观。你还嫌不够乱吗？百里屠苏，看剑！赵琪，
居然赢了！看来我还是挺强的嘛，嘿嘿嘿嘿。这混账确实强横，气不如人，还不滚！神气什么？你不过是运气好，有个厉害师傅教你，若不然……芙蕖师姐，你为何不出手？我们本可赢过。闭嘴！我才不会对师兄挥剑相向。师兄，你真的不和我回去吗？要事在身。什么大事比你被冤枉的事还重要？人命关天之事。听他满口胡言，不过是畏罪罢了。师兄，你可知师妹有多担心你？那天我去找师傅，无意中听见长老们要派大师兄下山带你回去，才匆忙来找你，找得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师妹，山下多风霜，你回去。日后我与师兄交手，你不必多管。可是我不想看你和大师兄，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，我都会难过的。我知道了，师兄你多保重，把重要的事办完就回山上来。师姐，怎能就这样放过他？多说什么？要是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姐，现在就跟我回去。今日便罢，待大师兄来收拾你。还有啊，等执剑长老出关，有你受的，不孝弟子！有胆再说一遍！我赵琪，还不快走！喂，木头脸，你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真的杀了同门，还逃出门派？与你何干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刚刚还帮你打架来着，难道都白打了？我并未请你相助。混蛋，谁想帮你了？我真担心少公，看你这样，谁知道你说帮忙找玉衡是不是另有心思？连同门都可以杀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出来？小兰，怎可这样讲话？我天雍城所要捉拿的，仅我一人，断不会连累他人性命。不过谁若怕我加害，自可早早离去。讨厌，矮冬瓜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一时嘴快。再说，两边都是一面之词，他也不能证明自己没杀人啊。我不算说错太多吧？无论如何，先让百里少侠一个人静静。在下觉得，此事或许另有隐情，少侠断不似残害同门之人。小兰，以后不可再胡乱说话。既已结伴而行，便应彼此相信，否则日后又如何共克险阻？知道了。我也觉得那位公子，并不像是心恶之辈，恐怕其中多有事端。
在梦里，太子长琴便是弹奏这个曲调。那只鬼好像是他唯一的朋友，就像我的朋友也只有阿祥。无妨，我满身煞气，本就不为人喜，倒也怨不得别人。至少，师父对我极好。虽然我不喜待在天庸城，但若不是师父当年相救，我无处可去，说不定早因煞气而亡。后来在山上，师妹也时常来探望。什么人？出来！被发现了，你耳朵还是这么灵啊！大鸟，我带了果子来给你吃啊。哎，怎么飞走了？苏苏，刚才那个调子真好听，叫什么呢？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悲伤的感觉。苏苏，你看，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！就算再看好多好多遍，也看不够。其实，我离家是为了找我大哥。等找到了，就会回去，再也不出来了。要是没找到，也得回去。大哥叫风广漠，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会许多高深法术。风广漠，你认识他？似乎听过这个名字。真的？大哥离家好多年都没有消息，你要是知道他的事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们都很担心他，尤其是婆婆，每次想到都会掉眼泪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认识我哥哥吗？风广漠是我娘取的，婆婆说就是广漠风，北风的意思，很少有人会叫一样的名字吧？以前的事情，有些我不记得了。我不认识叫做风广漠的人。不记得？就是说，想不起来了，和自己在一起的人说过的话都想不起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种感觉一定很难过吧？不会。苏苏，你真坚强。要是我的话，肯定伤心的不得了。不记得也没有关系，大哥，我自己去找就好了，会找到的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背的剑，我以前好像见过。是在大哥看过的一个卷轴里，上面画了好几把剑，其中之一和你的这把有些像，不过是好的，没断。我就瞄了一眼，没看清楚名字。要是婆婆在，肯定能认出是不是同一把。你究竟从何而来？所携心法师成何人？
从哪里来？这我不能说，婆婆嘱咐过，一定不可以说。至于心法，是大哥教我的，是不是用这个心法就可以治你的病，像上回那样？罢了，以后你勿要再管此事。我乃不祥之人，结识无益。为什么？谁都不理你的话，不会孤单吗？我也没什么朋友，可是婆婆和大哥对我都很好。这段日子，又认识了红玉姐。与你无关。苏苏，你真固执。你说不要管你的事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呀。自从苏苏做淫贼的那天起，我们俩的缘分就已经有了。婆婆说过，人和人只要遇上，无论是一个时辰也好，一天也好，缘分也就抹不掉了。胡说！休要再提淫贼二字。所以呢，刚才那些人凶巴巴对你，我就在他们身上放了跳跳。哼，幸好后来又去抓了几十只，真的派上用场了。何物？毒虫？跳跳就是跳跳啊。解药拿来。解药？没有呀。被跳蚤咬，也有药可以治吗？不就是身上起大包，痒得很。不过我见你挺喜欢那个辫子姑娘，所以偷偷在她身上撒了驱虫子的粉，这样她就不会被咬了。乱七八糟，多管闲事。苏苏就是爱害羞。忽然觉得和大哥有点像，明明很强，有时候却不会照顾自己。好，我一定要多帮帮他，就算他不认识大哥也没关系。适才见百里少侠匆匆离开了，在下并非有意跟着晴雪姑娘，只因仍是放心不下百里少侠，便过来看看。你和他认识很久了？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要叫姑娘失望了。在下与百里少侠相识不过2日，因去寻一重要之物，故结伴而行。少侠行事自是引人倾心结交，可惜在下于他过去之事确实所知甚少。也对，假如你知道的话，苏苏想不起来的事早就问你了。唉，本想找个法子帮帮他。想不起来的事？婆婆常说，世上有太多不美满的事情，可惜一个人能做的实在太少了，多半不能济难众人，还不如多花些心思，想想怎么帮到身边的人。如今看来，就算是这样，也还是挺难的呀。此话颇为务实，
历来好高骛远之人极多，欲成大事，自当由小处做起。那位长辈与晴雪姑娘的善心，皆令人钦佩。什么？啊，有片哪里沾上的花叶。哦。晴雪姑娘，再过2个时辰便要天亮，今夜恐怕诸人均未休息好。不如我与姑娘就此回去露营之地，若还有事，边走边说即可。好。也不知道苏苏有没有回去呢。妹妹刚才去了哪里？林中精魅怪虫甚多，可要小心一些。怪虫？就是虫子？哪里，我要去抓。妹妹夜间睡得颇少，不如再歇息一下，明日清晨我们一起去找。好，我就睡了，早睡早起。听人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抓。醒了。今天那个，天气不错，真不错。我爹常常唠叨那什么，不晓得你听过没？人生生死死是大梦之境，其实我们活着就和做梦似的。所谓昨日梦说禅，如今禅说梦。梦时梦，如今说底，说是说昨日梦底。昨日合眼梦，如今开眼梦。诸人总在梦中听，云门复说梦中梦。总之什么都是梦了。有不开心的事，想想反正都不是真的。虽然我也觉得太玄妙了，不过时常拿来安慰一下自己还不错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还没睡醒？可恶！你这死木头脸！本少爷一晚没睡，好容易想了些话安慰你，你敢不领情？小兰，清早之时，又在吵闹些什么？吵有的人没心没肺，别人好意全不领会。哼，反正一定是矮冬瓜的错。什么？分明是他！小兰，今日天气甚好，莫要一大早便如此暴躁。智者养生，何喜怒而安居处？本不该心绪起伏如此之剧。知道了。那两个人呢？
之前我起身之时，便已不见晴雪姑娘和红玉姑娘，莫非是先行离去了？太好了！我是说，管他们那么多干嘛？本来也没说好要同路。我们快点动身去江边吧，不要再耽搁了。香菱也想早点到城里呢，想吃热乎乎的肉包子。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便是。百里少侠意下如何？可。哼。